们今天啊，先去侯友谊的竞选总部去看一下，好像那个地点呢，在捷运站的附近，所以呢，我们想去坐捷运呢过去，因为我也没坐过台湾的捷运啊，正好也体验一下。我虽然来过台湾好几次啊，但还从来没坐过台湾的捷运，所以今天也体验一把。台湾的公交车现在外面都是一些竞选的广告，路上的机车太多了，跑台湾的啊，这就是捷运站呢啊，中山国小站，哦，这个应该是中山国小吧，学校建的还都很漂亮。放这儿吗？处理中，请稍后。好，走。哎，坐一会儿吧。下车了是吧？到站了是吧？这比日本的电车站要宽多了。哎，你好，你好。啊，你好，你好。哎呀，谢谢。讲话一看，这见着比较胖啊，对，胖了一点是吧？哦，是。今天又来了。对，因为不是台湾大选了，我过来看一看。啊，热闹，对，非常热闹，对。哦，那儿我已经看见了，是那儿吧？看见了吗？侯友谊全国竞选总部，我已经看见那几个字了。这边，竞选总部门前呢，有个大标语：2024台湾再出发。这应该是一些椅子，啊，给小朋友玩的。侯友谊、赵少康新北竞选总部，然后这面是侯友谊、赵少康全国竞选总部，它等于这是华二为一了啊。你好，我们来看看这个竞选总部。那边在隔壁那边。啊，这个是什么呀？这是我们办公的地方。哦，这个不是，我看这里写的是新北的竞选总部。没错，那我是往那边隔壁那边。哦，那边比较可以拍摄。好嘞，谢谢。哎，好的，谢谢。哎，你好。哦，这是那个侯友谊的全国竞选总部是吧？我们可以看看吗？啊。这平时这个地方区域主要是做什么用的？就是有人有时候来这边那个开会啦，还是来看看啦。你说开会的话，是指那个侯友谊他们过来开会吗？没有，就是这些支持者是吧？来聊聊天，聊天什么的。那其实侯友谊他们平时并不怎么到这儿来是吧？太忙了啦，全省啦，他全省的侯友谊总统哦，不可能。他会择日在这里举办什么？因为他是全省在跑的。那我就很好奇的说，就是这个全国竞选总部，它主要的功能是什么呢？这是一个服务处。就是有人会来参观我们这个场。我们这个表达开会就是聚成，就是一些人气这个是全国性的总部。对。都会来这里开会。开会你就是说支持者到这儿来是吧？是。那你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就是说平时到这儿来参观都可以参观什么呀？我们这里只是一个服务的地方可以提供什么服务呢？服务就是美拍参观的这是美拍。对。美拍是什么？就是说你在这个地方。对，你们可以美拍啊，带这个啊。就是你们给他拍照是吧？对，像你们想拍的话，也可以。台湾再出发，在这儿拍是吧？就是说，站在这儿是吧？对。就比如说我站在这里是吧？好再一张你也可以拿这个。真的是这样戴吗？很好看。是真的是这样戴吗？
谢谢。还有一个地方很好，好，来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来这里，那个战情室。对，哦，这个我得给你拿下来，这个太那什么了，太卡哇伊了。你来这里啊，来当广播带这个，啊他就这个侧面我们来帮你照个相。哦，那这个广播是什么广播呢？这个只是形式，只是一个形式。平常就是提供给你们参观啊，拍照。哦，就是专门给大家拍照的。在录影呀？啊，对，我录影可以吗？没关系吧？哦，没关系啦，我是说有录我吗？录你没关系吧？没关系啊，没关系。可是我今天很早呢，没有化妆呢。没关系，我觉得你很好嘞，你知道吗？您今年多大岁数了？我66。我看不出来，对，很年轻，很年轻。我是奶奶的。奶奶呢是吧？哎，对。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设备，现在摇枪换炮了啊！我们到了台北之后，开始采用了新的设备，以后我们就用这样的设备来做王局拍案了。在侯友宜的竞选总部，我们搞了一套新设备，不错。然后这一区就是我们募款的专区哈。哦，募款的。这里有小额募款、捐款，就是可以选择衣物、帽子、一些纪念品。啊，好，就是说捐了款之后可以送一件这种 T 恤给大家是吧？要捐多少钱送一个 T 恤呢？满2000一点，一个点数。比如说你捐1万，5个点，对。那按点数去挑东西。那一个点是一件衬衣吗？一个点一件。一个点一件。对。对，然后我们今年的色彩弄得很现代。你说很现代是指整个这个装潢是吧？整个颜色哈，就是一个代表说我们现在是很清新的、很现代的。你们是回来投票？我不投票，我过来看的，我来参观的，参观大选的。哦，那你是记者吧？算是吧，我在 YouTube 上呢做节目的。那这个就是说来的时候小朋友的小朋友的在这里玩。这个竞选总部是不是一般晚上比较热闹啊？我们白天，其实我们当地的本地人也都很清楚，就是开会的比较多参观的就是假日假日就是有很多观光客啦，就刚好火车站在这边他就会来这里看一下全国的总部是怎么样然后我们这个是还有分啦。我们大部分都是志工所以我讲的并不是很好，但是我是很清楚的。因为这个都是志工，没有薪水，没有薪水。我们每个人都是有事情要忙比如说有孙子要带下课啦，是不是？有侯康在这里，这个也是。他是我家乡的人。谁呀？侯友宜。侯友宜是你家乡哪里的？在嘉义县。就是他的故乡是在嘉义县，跟你是同乡，对，而且是离得很近，3公里半而已。那是很近的了。所以我们很清楚，他是一个在一个农村子弟出生的，就是也是很辛苦。他们不是说做政治起家的啦，做生意的，所以绝对不会贪污，这个是我们最肯定的。他是很刚气的一个人。你这么觉得对吧？对，每个都。那你支持他，有没有因素就是说跟你是同乡，你支持的？没有，因为我们都是有受教育嘛，但是我是认为说是选人，选人那我基本上我是比较喜欢就是说清廉的，但是好像那柯文哲也挺清廉的，怎么讲？我们是不同世代。但是我们都会看一个要掌舵的人，他的实力、他的世界观到了没有？好像赖清德自己好像也没有贪腐吧？他也是有，都很好。对呀，就是说。但是我们这个赖清德也很好，没错。但是我们就是说有这个不同党的支持。就是你是支持国民党，是吧？我是吃这个奶粉长大的。你是国民党奶粉长大的是吧？
那你家人呢，也支持他吗？还是说？我家人哦，对啦，都是有影响，因为我先生以前也是在这个党部。啊，就是国民党的党部。啊。已经走了。那您孩子呢？现在？孩子都各自独立啦。他们支持国民党还是民进党啊？这个国民党。国民党啊，对，真的吗？真的啊。真的啊。我们如果要选亲家的时候，比如说我女儿要结婚，我都会问你是同不同党政，不同的话就会纷争会吵。但是我的娘家的亲人就是民进党啊，可是我们都很好啊。我们在这只是一个工作的形式，我们只是个帮忙。其实我们都喜欢和平啊，不喜欢有纷争。我不会在你们在那边。没关系了，没关系了。我看这个竞选总部的人总体来讲比较少啊。这个，你看那个民进党的，我觉得比这边人多。平常没有啦，因为这个有时候一来人都上万人。你说这个地方吗？就是这个竞选总部啊。对。什么时间啊？会有上万人来啊？我们就是会有时间性的哈，比如说几月几号啊，在那个总部这里啊，就是一个造势活动啊，那个请那个总统来跟大家拜托啊，我们来支持啊。好的，谢谢您，谢谢您啊。我讲的不好。讲得非常好，讲得很好，讲得非常好。我不知道讲了啊，你来参观。参观。台湾人真热情啊，对，是的，很热情。我也觉得台湾人很热情。这个就是好有意义。我参加了，我参加了什么业绩？我参加了总统选举。就是。对，今天这边有水。就侯友宜，走来。这个给你们外出的时候。好的，纸巾。纸巾。好，谢谢。好，谢谢。这个是海报。对，这个也可以拿。这个做的很漂亮啊，这个做的很大啊。这个纸是很好的。就是拿完之后，你找个地方把它贴起来，是吧？是吧？看你要怎么贴都可以，你要去把它装上挂在你们家也可以。这个做的真的蛮好的。这做的蛮好的。这便当啊。对，我们卖的便当。自己自己带的便当，不是那个竞选总部给你们提供的。不需要是吧？就志工就是连便当也是自己准备。这是风水。对，择日的。对，这风就是。比如说你今天哪一天要干嘛？哪天就是比较吉日什么的，是吧？对，你这个中文看得懂吗？看得懂。国民历是吧？这是侯友宜做的。对，今天是8号，对不对？8号，这是公历哈。然后下面就是公历，然后折算，下面这排是农历。今天留念8号的话就是普照什么意思？普照好日子哈。皇宫真仙圣诞。对，就是有一个某某的神圣诞哈。然后今天的整个运势就是解除购物坏缘。这样子。月破大号，不吉之神。的是比较好。我刚好有带茶叶来，要不要装个茶叶？你说茶叶吗？在这里吗？可以啊，我们喝一杯茶叶可以啊。就是你自己的是吧？我不是竞选总部给我们的是吧？嘉义人，我是在嘉义。这是你们嘉义产的茶，对，是吧？属于高山的，那你先品尝看看。山区嘛是吧？嘉义，对吧？对，一半山区，一半平原。好，我来尝一尝。谢谢。哎呀，谢谢，他还帮我冲一杯茶啊！谢谢。这日语呢，西亚哇塞哦，看起来。我从日本来的。对，所以这日语我认得。对，你会日语啊？这个啊。辛苦了，你们辛苦了。不会啊，那你们这个叫战警，这是什么意思啊？这写的是战警啊，新北战警，
集众力挺正义，这个战警什么意思啊？战警啊，战警是我们都是退休的那个警察比较多啊，都是退休警察。啊，你们过去都是警察吗？都是退休的。啊，所以对侯友宜比较有感情是吧？啊，你们这个是台湾的吗？不是台湾的，我其实过去是在中国大陆，后来就到了日本去工作生活，但是台湾大选嘛，我们感兴趣，然后就到这来看看台湾大选。对。谢谢。哎，好的，有了，现在，谢谢，有两个，谢谢，这太热情了，乔乔还给我们的点心，然后还有给我们倒的茶来喝。便当不要的，不要便当，我们吃过了的。啊不，我吃过了的，不要了，我们吃过了。您觉得这次侯友宜能选上吗？机会很大，机会很大啊，但是选前的民调，就是封关之前的民调，对，好像还是赖清德高一些。是没错，但是这个是有变化的，对，因为卡在一个柯文哲嘛，这个是一个关键的，你是觉得柯文哲分走了侯友宜的票，是这个意思吗？他分走，如果说到时候那个支持柯文哲的。再走回来这里的话，就100%中啊。那如果选不上的话，你会失望吗？这个都是起起落落啦，失望总是会啊。我会心痛会心痛。会我都有躁郁症了。什么躁郁症是吧？你说是因为民进党这个执政是吧？也不是这样子说啦，因为其实两党都是有好朋友，但是只是公平竞争，对不对总是生活在这里啊，那我们对这个人了解，就这样，再帮你加点水。好嘞。之后我要去吃饭了。吃饭了。就是义工里头，为什么都是年纪比较大的？我看那民进党的总部里面不是总部，就是竞选的总部里面，就大量的年轻人。我的意思就是说，国民党的这个竞选总部，怎么就没有年轻人呢？不是，你要了解因为他们那边年轻人，他们是用钱拿着请他来。你是说民进党那边？对呀，我们这边是没有钱，难道大家是义务来？不然说你现在你来的话，1个小时要算钱的话，我们哪里有这个经费？没这个经费。但是民众党那边有很多年轻人嘛，他们。民众党那边对，因为我们也不了解他们状况。就我的感觉就这边都是年纪比较大的不是，因为为什么？我们大部分这些都是退休的。对，是的。退休有的是时间。我们老长官在这边，我们再来帮忙。你觉得侯友宜这次能选上吗？应该我们蛮有信心的吧。应该是蛮有信心的。因为我们看原先刚开始的时候，民调什么各方面的，我们就比较没那个。现在慢慢的追上来了。造市场我们去看，也是蛮不错的。慢慢的，因为这个票是在人家手上，我们也不可能说一定100%猜得很准。我们至少当然要对自己有信心。对。不是，你是从大陆来的？我从大陆去了日本，现在在日本生活。所以日本上班。对，然后就这次台湾大选过来看一看。因为台湾大选还比较重要嘛。比较重要。对，因为我们都是说中文的，所以就过来看一看。这个是关心一下也不错的。对，是的。不好意思。谢谢。哎，再见啊，再见，拜拜。拜拜。看了一下侯友宜的竞选总部我的感受，人气还是有点不太足。当然，我选的这个时间点可能也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因为这是星期一工作日的中午，也许晚上的时候人会多一点。还有一个就是竞选总部里普遍都是老人，都是一些退休的职工，人都很好，也很热情。
但是就是没有年轻人。这可能是国民党自己现在面临的一个长期的问题，就是他们很难在年轻人心目中间构成持久的吸引力。因为毕竟对一个政党而言，如果吸引不到年轻人对这个政党的认同，你这个政党可能也很难有未来。101大楼，下面就是淡水河。哦，这下面是淡水河是吧？哦，不像大陆的长江很大哦。那没办法比。大陆的长江可以走大船的哦。对，那大陆的长江太大了，那是。长江三峡大坝终于做起来哦。做起来了，对。厉害。对，你去过大陆吗？哦，没有。没去过大陆。我都看影片。习近平把任期限制取消，应该比较好吧？你觉得比较好吗？好的几率会比较大。为什么？因为你2个任期限制的时候就跟台湾一样，限制2个任期他到了第2个任期他不做事嘞。你是这么觉得？哦，什么这么觉得？他根本就不想做事。你看看，台湾的第2个任期都没在做事，没做事还不打紧哦，还反过来大捞国家的钱。那蔡英文有捞国家的钱吗？捞多了嘞。怎么呢？我上下都在捞。他们不都是蔡英文和马连结的吗？你看那个我们的快筛试剂有没有？插个鼻孔，然后就试剂你有没有确诊那个？对，就是快筛试剂一剂用完就丢那个100块。你就晒一支要100块。国外是50-60块。我们台湾要100块，你看看赚走了嘞。有点贵啊。政府赚走了啦。100块的话，折人民币20多块钱。是，对的。那习近平连任之后，他也有可能不想做事啊。不会。因为他还想第4届，他会继续做，继续努力。那也没有人挑战他，反正是他做不做事情，别人也都威胁不了他。没错，所以他也可能坏，也可能好。但是如果他好的一面的时候，他会有机会更好。如果他坏的时候，你是难不倒他，没错。你让他没办法。对。因为他就是他一个人独大。因为没有人敢去挑战他。当然了。你去挑战他，你会有风险。他把你抓起来呀。不像台湾的民主很可爱哦。3个人选，他选得很好看哦。不过呢，台湾有真正的民选非常好，但是我们把这个限制任期2届8年，这个就不好了。所以台湾要好很简单，要把县市长跟总统任期限制取消掉了，要比照这个立法委员让他连选可继续连任，就会做得非常好。那不就成老蒋小蒋了吗？不会，你要选赢才有机会呢。老蒋小蒋以前是没有真正的民选哦，台湾是真正人民去选的嘞。你没有机会做的，你没有做得很好的时候，你可能会没有机会。如果大陆想学台湾的民主这个制度来每5年让人民去选，他就强了。那么台湾也向大陆学习一下，把任期限制取消，让他连选可继续连任的话，台湾也会强。那海峡两边都会变成很强。那将来不用谈统一，不用谈什么独立，不用谈什么合作，它自然而然就会合作。它自然而然就会统一。中国就会强。中国不强是很冤枉的，你知道吗？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你看人员聪明才智这么强的一个组合的强，先天条件这么好的情况底下，弄到现在没有说很强，是很可惜的嘞。秦始皇当初建立这个统一中国的时候，他就应该施行民主制度，因为那个时候的那个《礼运大同篇》已经写好了嘛，对不对？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嘛，贤贤与能，讲信贤悟，应该都有知道读到哦。人不读亲其亲，不读子其子嘛。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鳖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嘛。男有分，女有归，夫无其去，地也不必藏于己。您这个还背得朗朗上口的，这个。礼运大同篇写得非常好啊，是我最欣赏的中国最美的、最强的排名第一的一个最好的文章啊。第2个文章是国父遗嘱啊。国父遗嘱写得非常好哦。于致力国民革命凡40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有没有读过？有吗？有啊哈。积40年之经验，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主，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于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以及全国第1次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